鱼鹰迎来继任者，俄军发动最大规模空袭，38天征兵30万扩充俄军。拜登政府再批1.47亿美元支援以色列 ，X-37B 顺利升空。德国冻结41亿欧元俄资产。英国紧急援助乌克兰200枚防空导弹。事情不少，咱们一个一个来看。根据国防新闻消息，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宣布了一项令人瞩目的计划 SPRINT。这个计划呢，是为了研发 V-22 鱼鹰的继任者设立的。今年11月 ，DARPA 与奥罗拉飞行科学公司、贝尔公司、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皮亚赛基飞机公司签署了合作合同。他们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共同完善 SPRINT。这4笔交易涵盖了项目的初始阶段，总价值在1500万美元到2000万美元之间，具体金额取决于各公司的实际需求和计划。初步计划于2027年春天 ，DARPA 希望至少一家公司能够完成飞机的设计和原型制造，并且进行飞行测试。这一阶段的关键要素之一呢是速度。DARPA 希望新飞机的速度能够达到400到450节，即每小时740到840公里，这比 V-22 鱼鹰的最高速度509公里快得多了。除了对速度的高要求外， DARPA 还对新飞机的起降方式提出了要求。它需要具备垂直起降能力，以及在悬停和飞行之间的平稳过渡能力。这就需要在过渡期间拥有一个分布式动力系统，为所有推进系统提供有效的动力支持，以此达到尽可能的平稳过渡。此外 ，DARPA 给予4个公司很大的自由度，这意味着各公司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专长，自行决定飞机是否载人、是否采用自主飞行模式或者半自主飞行模式等等。贝尔公司作为 V-22 鱼鹰运输机的设计方，已经发布了一系列概念草图。在11月27号的发布中，贝尔展示了一架显然是无人驾驶的飞机，采用了鱼鹰式的轻转旋翼设计，悬停在海上的一个平台上。贝尔公司表示，其针对 SPRINT 的提交设计将结合直升机的悬停能力与喷气式飞机的速度、航程和生存能力，而且贝尔公司还会将高速垂直起降技术成果合理地应用到新飞机上。与此同时，奥罗拉公司发布了他们的概念图，展示了其飞机提议的混合机翼。与波音的 X-48 的设计颇为相似，他们还表示设计灵感是来源于 Excalibur 无人驾驶飞机。这款飞机呢，使用喷气式垂直升力和电动升力风扇，在飞行时可以缩回机翼。目前 SPRINT 项目预计到2024年5月将选出第一阶段的竞标获胜者，而 DARPA 将至少淘汰1个竞争者，进入下个12到15个月的阶段。届时这些公司将会完成初步设计并进一步筛选。项目经理希金斯表示，高速垂直升降飞机的潜在用途非常广泛，既可以用于特种作战部队的行动，也能够完成后勤行动、人员搜救、医疗运输和疏散等任务。在未来战争中，军方可能需要能够从没有传统跑道的地方起飞和降落的飞机，它们在未来战场上的应用潜力巨大，特别是复杂环境和有限空间中执行的关键任务。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基辅当地时间29号早上，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出了多次爆炸声，乌克兰全境已经拉响了防空警报。基辅市长克里琴科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基辅遭到空袭，空袭造成了一处仓库起火，一处地铁站建筑受损，空袭已造成基辅7人受伤。乌克兰空军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俄军的9架图95 MS 从摩尔曼斯克起飞，提醒各地民众注意危险。乌克兰真理报的报道显示，包括利沃夫、哈尔科夫和切尔卡瑟在内多个地区遭遇空袭。综合各路消息来看，俄罗斯军队刚刚对乌克兰发起了去年冬季以来规模最大的远程精确打击，包括基辅、敖德萨、哈尔科夫以及蒂涅博罗在内多个乌克兰城市成为导弹打击的目标。或许是因为黑海舰队主力舰艇已经撤离黑海、亚速海的缘故，在本轮远程精确打击中，乌克兰方面没有监测到俄军发射口径巡航导弹。
但俄军使用了除此之外的各类型导弹，包括匕首、伊斯坎德尔、KH-101、KH-22、S-300以及见证者自杀式无人机等，甚至认为俄罗斯空军动用了所有可用的图95MS。俄军的空袭仍在继续。按照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战报，乌军已经击落了54枚导弹和11架见证者系列自杀式无人机。随着时间的持续，预计战果还会不断增加。大兵提一下这时候袭击还未结束，还在继续。乌克兰方面的消息显示，有多枚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突破防空拦截，击中了各类民用设施。按照乌克兰卫生部公布的数据，乌克兰各地都有人员伤亡。随着时间的持续，伤亡统计还会继续增加。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里奇特·布林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收到空袭预警贴出，并且评论称，乌克兰现在就需要资金，以便在2024年继续为摆脱这种恐怖而奋斗。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中校承认，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监视器上同时看到这么多目标了。今天强大的敌人来袭，有击中也有受害者。俄军此番自去年冬季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不排除是提前发动的可能性。目前乌克兰最低气温仍然在0上。此前有分析人士认为，俄军预计要等到乌克兰最高气温降到0下后，才会发起大规模的远程精确打击。提前发动大规模空袭，很可能与近期乌克兰空军的一系列战绩有关，尤其是击沉了黑海舰队的新切尔卡斯克号登陆舰。该事件后呢，俄罗斯政府对克里米亚采取了一系列报复措施，并且对克里米亚防空部队指挥官们进行了降职等惩罚。新切尔卡斯克号登陆舰上似乎装载着外界不清楚的重要东西，而根据以往的惯例看，每次发生这种严重损失后，俄军都会发动报复性空袭。而这次报复性空袭的规模格外大，俄军的空袭仍在继续。但根据战报来看呢，效果似乎不佳，突防率偏低，大多数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都被乌克兰防空部队拦截。俄罗斯军方的这次袭击进行了18个小时，向乌克兰目标共计发射了122枚导弹和36架无人机。乌克兰总司令瓦列里·扎卢日内称，乌军拦截了87枚导弹和27架无人机，可以看出很多导弹击中了目标。根据塔斯社12月30号报道，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涅边贾表示，乌克兰当局在居民区部署防空系统之举违反国际法，无平民伤亡是本国防空系统造成的。截止到截稿，此次袭击造成的伤亡已经达到了190人。根据俄罗斯卫星社12月27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遵照部分动员令入伍的军人统计材料，在38天内有超过30.25万人入伍，俄军以此组建了281个军事单位和部队。报道说，俄罗斯国防部在公布的统计材料中指出，征兵动员委员会在俄罗斯84个主体展开工作，涵盖了1430个市镇，超过3.3万人在还没有接到通知的情况下就赶到征兵办公室报到。按遵照部分动员令入伍的新兵平均年龄为35岁，其中多数人已婚，过半新兵有子女。入伍者当中呢，只有7%的新兵受过高等教育，30%的新兵受过中等教育，11%之前失业，40%有10年以上工作经验，大多数呢新兵曾经服过兵役。大兵根据这些数据查了些资料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学习越不好，参军几率就越大。公平起见，我们取了俄罗斯近几十年来升学率最差的年份做比较。分别是1995年大学升学率43%，2007年中学升学率86%。根据上面新闻呢，我们可以分析出文化程度最低的14%的人群承担了70%的新兵员额，而文化程度最低的57%人群里承担了93%的新兵员额。所以同学们好好学习吧。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12月29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绕过国会，批准向以色列出售155毫米炮弹及相关设备，总价值约为1.475亿美元。美国国防部对此解释说，
国务卿布林肯确定情况紧急，必须立即向以色列出售这批武器，因此没有经过国会审查就批准军售。以色列此前已经向美国要求把引信、底火和装药结构等纳入155毫米炮弹配套设备中，这是拜登政府在1个月时间内第2次绕过国会向以色列出售武器了。12月9号，拜登政府动用紧急权力批准向以色列出售约 1.4 万枚坦克炮弹。美国防部安全合作局称，这些弹药将来自美军的库存。综合多家美国媒体消息，美国东部时间12月28号20点07分，美国军方轨道实验飞行器 X-37B 在佛罗里达肯尼迪航天中心 LC-39A 工位由太空探索公司的重型猎鹰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这次发射呢是 X-37B 的2号机第4次轨道飞行了，也是 X-37B 的第7次轨道飞行任务。美国太空部队任务代号则为 USSF-52。纽约邮报曾经发表的文章称，美国太空军神秘的 X-37B 无人航天器预计将再次翱翔太空，这次将达到新的高度。美国太空军作战部长萨尔茨曼解释说，这一名为 OTV-7 的飞行将进行突破性实验，为美国提供加强当前和未来太空作战能力的知识。他在今年早些时候向美国会提交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的太空系统受到各种不断增强的反卫星能力的威胁，而联合部队也受到日益复杂的敌方天基系统的威胁。很明显，美国对于外太空的所求并不止于科学探索，还有安全考虑。专家们也推测，这可能意味着 X-37B 将密切关注敌国发射的卫星，扫描天空之外的潜在威胁。不过，美国太空部队也表示，这次飞行预计还将完成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一项实验，将植物种子暴露在长期太空飞行的恶劣辐射环境中。而五角大楼此前曾使用 X-37B 测试一些新技术，其中包括一种小型太阳能电池板，旨在将太阳能转化为微波，有一天可以将来自太空的能量传回地球。X-37B 还被用来部署小型卫星，但这些卫星的实际用途仍处在保密阶段。而且这类卫星如果进行遥感作业或者用太空辐射照射种子，都没有必要将卫星送到代价更高的高轨道上，所以这也从侧面证实了专家们的猜测，这很有可能是为了演示和验证 X-37B 在高轨道监视和接近别国航天器的能力。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如果是为了反卫星而发射武器，不如直接上升式反卫星武器性价比更高。但如果只是物理摧毁卫星，势必会制造大量的空间碎片，这也会影响到自家卫星的使用，而这又让人联想到了 X-37B 或许拥有软杀伤的实力。可这些呢，都是理论上的猜想，但不应该被我们忽视掉。据塔斯社12月28号报道，德国财政部官员在记者会上宣布，截止到12月初，德国政府已经根据欧盟制裁制度冻结价值约41亿欧元的俄罗斯资产。这名官员说，这包括所有受制裁的资产，即被冻结的个人资金、经济资源以及俄央行资产。德国总检察院早些时候宣布，已经向法院申请没收超过 7.2 亿欧元的俄资产，法院正在对该申请进行初审，尚未决定是否启动司法程序。据报道，自去年以来，作为因乌克兰冲突而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行动的一部分，欧盟、美国及他们的盟友已经冻结了大约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外汇储备。在过去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北约一直在考虑如何利用这些资金来援助乌克兰。据塔斯社12月29号报道，英国国防大臣格兰特·沙普斯宣布，英方将向乌克兰提供数百枚防空导弹。沙普斯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写道：“我们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国防，我们今天会发运数百枚防空导弹，以满足英国援助乌方的防空系统的需要。该系统能够击落俄罗斯的无人机和导弹，精准度极高。”他还呼吁其他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必要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报道称，
称，英国国防部随后宣布，英国提供的是大约200枚先进近程空导弹，这些导弹由欧洲导弹集团在英国生产，通常使用台风战斗机和 F-35战斗机发射。但2022年，英国国防部和欧洲导弹集团研发了可以发射这种导弹的地面防空系统。乌克兰军人在英国接受使用该系统的相关培训，去年年底该系统运往乌克兰。报道指出，自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英国已经向基辅当局提供了价值4.6亿英镑，约合59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援助的武器包括了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挑战者2坦克、AS-90自行榴弹炮和 M270多管火箭炮等。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指出，向基辅当局提供各类武器之举，证明了伦敦公开参与了乌克兰冲突。好了，今天战报到这里结束，我是大兵，我们明日战报再见。